几天之前，我收到了一个邀请函，它来自红魔。很明显，红魔又要发布新手机了。但是这个西装狂魔是什么鬼？这让我一头雾水。现在厂家的宣传语比武汉标题党了吗？鄙视他们。然而几天之后，我就收到一部红魔62，积攒了好多天的好奇心彻底爆发出来，我倒要看一看，为啥要称呼它西装狂魔？拿着刚买的小刀刀，狠狠地捅了他一刀。接下来让我愉快地撕个膜吧。很明显，这又是一部和腾讯游戏深度合作的手机。相比于红魔6的包装，似乎更瘦了一些，所以我很担心充电器被环保掉。盒子两侧很节约，啥都没有，而顶部标注着这部手机的详细配置：高通骁龙888，144赫兹，6.67英寸 AMOLED 电竞屏。LPDDR5 内存加 UFS 3.1 极速闪存，6400万超清40 ，55瓦极速快充，再加上肩键、游戏空间啥的，单看这些配置，虽然强悍，但感觉和红魔6没啥区别，又有啥好评测的呢？然而我还是很想知道它为啥叫做西装狂魔。接下来是每次手机开箱最激动人心的时刻，让我轻柔地打开这个盒子。我谢谢你了。打开盒子，首先是一包没啥用处的说明材料。失误，这里面还有个套子，对于新手机来说这非常有用。那么终于轮到咱们的西装狂魔上场了。咦，有点薄，让我再轻轻地把它抽出来。你说这个时候要是扑哧一声，会不会是一个很大的悲剧呢？看到这部62的第一感觉就是比较小，比我那部红魔6要小得多，而且很轻，也真的很薄。再看一下背面，哎，发错手机了，这哪是游戏手机，一点电竞元素都没有吗？我想我终于明白它为什么叫做西装狂魔了。红魔62在外观上彻底去掉了电竞元素，至少从外观上来看，它就是一部日常用机，不再像它的前辈那样散发着耀眼的电竞光芒。然而当你需要它的时候，它就会突然撕掉伪装，爆发出巨大的能量。那么手机先放到一边，咱们来看一下盒子里还有些什么。万幸，充电器和充电线都没有被环保掉。这里还有一条 Type-C 转 3.5 毫米音频接口的转接线，方便使用常规接口耳机。其他的就没啥可看的了，咱们赶紧看一下红魔62和红魔6到底有哪些区别。我想这可能也是很多小伙伴们正在关心的问题。首先咱们来对比一下外观尺寸，真的差别巨大。在它的大哥红魔6面前，无论是从尺寸还是设计元素方面，红魔62都像是一个乖巧的宝宝。你很难从外观上看出它游戏手机的本质，但是你又不能否认它的硬件配置所包含的强大能量。这个角度的对比更加明显，特别是在机身厚度上，红魔62仅有 7.8 毫米，瞧62也窄了不少。我突然有些明白厂家的意图了，他们想生产一款可以随时随地化身游戏手机的日常用机，也或者说这也可能是对红魔6系列的一个补充，一个性能更加强大，一个更加便携。按键方面，红魔62的机身左侧非常环保，因为它所有的按键都放在了右侧，不过也仅有一个电源线和一个音量调节线，除此之外还有2个肩键，再无其他。对了，我又仔细的看了看，其实还是可以在机身两侧看到疑似的电竞元素的，就像是一个顶尖高手金盆洗手以后给自己留下的那么一点点最后的尊严。但总体来说，红魔62的外观设计确实非常讨喜，我尤其喜欢摄像组这块区域的深色撞色设计，简约又不失大气。同时这个6400万像素的 AR4 摄后置镜头组也属于目前的旗舰水平，我想后期只带它出门应该就足够了。通过以上的展示，我们已经了解到这么几个信息：它只有 7.8 毫米厚度，真的很薄，只有186克，也真的很轻。那么在这种轻薄的状态下，纵然有骁龙888的加持，它又能发挥出几成功力呢？接下来咱们一探究竟。顺便说一下，本次的测试游戏是我在推荐列表随便下载的，主要包括 CODM、和平精英、王者荣耀、可口飞车、机动都市、崩坏3等。在游戏注数方面，红魔62和红魔6基本没啥区别，可能还有不少朋友对游戏手机的功能不太了解，我简单的介绍一下。首先是游戏增强，红魔62的游戏增强分为性能增强、显示增强和音效增强。在性能增强中，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增强方式来达到相应的性能，不过为了均衡耗电和发热问题，我们一般选择智能调节即可。显示增强方面，我们可以根据我们正在玩的游戏类型选择相应的画面效果，当然如果实在选择困难，你就选个智能。音效增强需要耳机配合，我手边暂时没有，这里就不做演示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触控按键，其实这个功能才是一部游戏手机的灵魂所在，当你把它用习惯了，再给你一部普通手机，你很可能会无所适从。除了常规的按下触发单操作以外，红魔62的肩键还支持双操作，比如
我们把1键拖到开火键上，把2键拖到开静键上。那么如此一来，我们只要轻点左侧键键，就可以做到如下效果。小伙伴们看到了吗？这就是我们羡慕嫉妒恨的隔壁 CODM 家的1键开静开火功能，就这样被红魔简单实现了，而且可以全模式使用。当然，更多玩法你可以自由发挥，就比如可以设置一开火就跳跃，玩跳喷的不二之选。我们接着往下看，帧率调节这里可以让我们自由选择刷新率，最高144。准星辅助，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了，就是我屏幕中间这个绿点。当然，你还可以选择它的样式和颜色。这个辅助真的非常好用，不相信看我的眼神。蓝队拿下首分，看到没？我都懒得开镜。接着往下看，比如这个红魔播报，打开它可以在游戏中的关键节点播报重要信息，比如告诉我们决赛圈来了，赶紧进圈。1键连招，这个之前在红魔6的视频中详细介绍过，是一个很不公平且欺负人的功能，这里就不敢多说了。虚拟手柄，这个功能主要就是在投屏的时候使用，稍后给大家演示一下。充电分离，开启后将只对系统供电，而不对电池充电，从而避免游戏中过热的情况发生。投屏，实话说，我感觉这是红魔手机中分量最重的一个功能，特别是对于主播来说。通过红魔自己的投屏软件，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把手机投屏到电脑或者电视，如此一来可以很方便的进行直播推流，而且几乎没有什么延迟。同时再打开手机上的虚拟手柄，就可以直接看着大屏幕玩游戏了，是不是更加过瘾呢？当然你还可以这样，不过建议少用，这对手机玩家不太公平。我们接着看帧率显示，打开以后会在屏幕上显示当前的游戏帧率，这对我们了解每一款游戏的运行情况很有帮助。瞧，和平精可以60帧稳定运行。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个很实用的功能，叫做狩猎模式。就是这样子了，开启以后相关物体都有高亮显示，与此同时你将成为所有伏地魔的噩梦，不要犹豫，狠狠地揍他们。那么以上我们了解到了红魔62的一些游戏辅助功能，接下来把我针对几款热门游戏的帧数测试数据分享给大家。首先是王者荣耀，最高画质下帧数90帧左右。CODM 最高画质下帧数同样90帧左右。机动都市阿尔法最高画质下120帧左右。不过在游戏过程中帧数波动较大，我没玩过这款游戏，感觉可能这款游戏比较吃配置，适当降低画质，情况应该会好得多。灌篮高手最高画质下帧数在110到120帧左右浮动，表现不错。崩坏3最高画质下帧数60帧左右，这游戏无法在设置里选择帧数，这应该算是满帧运行了。视频最后我又简单做了一个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测试，我们来看一下这台手机在测试期间的温度情况。再测一下顶部区域、底部区域、手机侧面。所以这就是红魔62的散热情况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和自己的手机对比一下。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目前62的官方售价2699元起，是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价格。如果按照1至10分计算，你会给这台手机打几分呢？欢迎打在弹幕上。以往我是这样出门的，带上一部日常用机，再带上一部游戏手机，而现在我可能只需要一部它。